我只是有事迟到了2分钟，就被厂长扣了10万年终奖。完事还在全场大会上拿我当典型案例，说要杀鸡儆猴。我没闹也没吵，只是默默接受了。但从那天起，我上班卡着最后1秒打卡。 下班铃一响，立刻关机走人。诸位，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企业？是集团的标杆。纪律是什么？是企业的生命线。但是总有个别人无组织、无纪律，自以为是，把厂规当成耳旁风。庄必凡，技术部工程师，今天早上迟到2分钟，整整2分钟。根据厂里新颁布的劳动纪律规定，迟到1分钟扣100，迟到2分钟性质恶劣，杀一儆百。我决定。 扣除庄必凡本年度全部年终奖，共计10万元，以儆效尤。这10万是我1整年的辛劳，是我熬过无数个通宵，攻克了无数个技术难关，才换来的唯一一笔绩效。现在因为2分钟没了。昨晚是为了攻克8设备4伏电机的 K 系数补偿算法，查阅德文资料到凌晨4点。只是这些，有必要解释吗？对一个一心只想立威的刽子手解释，无异于对牛弹琴。服个软，小凡，快服个软！庄必凡，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对这个处罚结果，你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就上来签字确认。 我没有争辩，平静的像是在别人的故事里签了一个名，随后便回到车间办公室里继续自己的研究。没了张屠夫，还想吃带毛猪，装什么清高？这是杨伟，我的直接竞争对手，厂长的嫡系，溜须拍马是一好手。从来都是最后离开工厂的我，今天居然准时打卡下班。从未见过这一幕的同事都传来了异样的目光。 以往我总是提前半小时到岗，因为那台全场最金贵的德国进口设备8脾气有点古怪，需要提前预热，并对几个核心参数进行微调，才能保证开机后的第一批产品达到最优良品质。如果不进行微调，就会……怎么回事？全是瑕疵品，表面有划痕，这批料全废了。4伏电机扭矩过载，导致机械臂定位精度偏移。庄必凡，你早上没调试吗？ 第3条，设备开机前检查与调试属于正常工作任务，应在正式工作时间内进行。现在刚过8点半，属于正常工作时间。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他当然知道规定是死的，但过去10年，我都是义务把这项工作提前完成的。他们习惯了我的付出，便把它当成了理所当然。我来，不就是个扭矩参数吗？我懂。 楚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闻讯赶过来，看到杨伟自告奋勇，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神色。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仿佛在说：“你看，没了你，地球照样转。”好了，不错啊，杨伟，年轻人就是要敢于承担责任，不像某些人拿着高薪却只知道推诿搪塞。我没理他，只是看着传送带上新出来的产品，划痕是没有了，但产品的边缘出现了一圈细微的毛刺，肉眼看不出来，但在出厂质检的高精度仪器下，这批产品依然是废品。我却没有说破，只想看他们到时候准备如何收尾。小凡，那个传感器，你看，李主任说的是生产线上的一个核心压力传感器，它每年都需要进行1次校准，是个精细活，也是我的绝活。以往我来操作，凭借经验和手感，半小时就能搞定，而且精度远超标准。今天李主任又找到了我，语气客气了不少。好的，李主任。小凡，你平时不是这么干的。那个顶点漂移，你用手摸一下外壳的温度，就能估个8、9不离10了。王师兄，手册上说要用红外测温仪记录3次读数，取平均值。我是在按章办事。装工，再多待1分钟了，就1分钟，把数据保存了再走啊。对不起，李主任，到点下班了。手册规定，下班后不得操作任何精密仪器，以免发生安全事故。说完，在众人呆滞的目光中，再次准时打卡下班。小凡，你这样，出厂下会给你穿小鞋的，你斗不过他，他是皇亲国戚啊。师兄，他已经把最大的鞋给我穿上了，还怕什么？可是生产线怎么办？师傅一辈子的心血，不能就这么毁了。师兄，有时候想要守护一样东西，得先让那些想毁掉它的人知道疼。仅1个星期，车间的生产效率断崖式下跌了30%，废品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5%，设备小毛病不断，警报声此起彼伏。几个工程师只能解决一些常规问题，只要涉及到 A8 的核心系统，就都束手无策。杨伟倒是很积极，哪里出问题就往哪里冲，结果是小问题被他搞成大问题，大问题被他搞成停机。终于忍不住的楚生召开了一场全体技术人员的紧急会议。
看看你们，看看我们厂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效率低下，废品如山，我们厂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我知道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对厂里的新规定有意见，但是我告诉你们，企业要发展就必须有铁的纪律。从今天起，我要求所有人发扬奉献精神，主动加班加点，把失去的产能给我追回来。庄必凡作为厂里唯一的高级工程师、技术骨干，你要起带头作用。厂长，根据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第44条明确规定，法定节假日加班不低于工资的300%，休息日加班应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不低于工资的200%。请问厂长，我们是按哪个标准执行？只要标准明确，我愿意带头。你眼里还有没有集体荣誉感？你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吗？不，我眼里有法律，还有我们厂的厂规。厂规第1条，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既然迟到要重罚，那加班也理应有偿。这不叫谈条件，这叫讲规则。您不是最喜欢讲规则吗？你楚生气得浑身发抖。楚生气得浑身发抖，一张脸涨成了紫红色，指着我的手都在哆嗦，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我说的句句在理，字字合法。他用来打压我的规则，现在成了我反击他最锋利的武器。会议自然是不欢而散。当晚，生产线的核心传动轴开始出现严重的周期性抖动，这是大故障的前兆。一旦传动轴断裂，整条生产线都可能报废。杨伟再次逞能，带着几个他新招来的心腹，信誓旦旦的要去检修。小凡，出大事了！杨伟他们不仅没找到问题，还把 A8 的运动补偿程序给误删了。你快来啊！再不来，生产线就真的完了。师兄，现在是下班时间。庄必凡，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生产线出了这么大的事，你昨晚为什么不来？你是不是存心报复？是不是？哼！厂长，我请问一下，我还有年终奖吗？没有，对吧？那我为什么要加班？好，庄必凡，你有种！恼羞成怒的男人，接下来该用更愚蠢的手段了。果不其然，第2天就给我布置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求我在1天之内写出一份完整的、涵盖所有设备、所有工序的生产线全面优化报告。是想用这种方式逼我主动加班，或者给我安上一个代工的罪名。我接下了任务，第2天一早，我就将一份只有2页纸的报告放在了楚生的办公桌上。第2天一早，我就将一份只有2页纸的报告放在了楚生的办公桌上。这就是你所谓的报告？不错，是关于当前生产线效率低下问题的核心症结分析。报告的内容极其简练：一是核心症结长期维护不善，导致关键设备性能衰减；二是直接原因，近期多次非专业人员的违规操作，破坏了核心系统的稳定性；三是建议立即停用非专业人员接触核心设备，并对操作人员进行重新资格认证。每一条都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精准地抽在厂长的脸上。庄必凡，你这是报告吗？你这是在指责我！我警告你，再这样消极怠工，我就以这个罪名正式开除你。你是不是存心报复？是不是？再这样消极怠工，我就以这个罪名正式开除你。他昨天和今天2次在我办公室咆哮威胁我的录音，清晰的回响在安静的房间里。如果我拿着这些录音去集团总部举报，哪怕楚生有通天的关系，也要好好的吃一壶。楚生看着我手里的手机，他意识到我不是一只温顺的绵羊，而是一只早就布好了陷阱，等着他自己跳进来的刺猬，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接下来的日子终于消停了几天，但他没有放弃。这位是钱工，是省内有名的技术大拿，以后我们厂的技术问题就全交给钱工负责了。这是他通过集团总部的关系，以双倍的高薪从隔壁市一家竞争对手那里挖来了一个所谓的技术专家，姓钱。楚生把他奉为上宾，在车间里当着所有人的面隆重介绍：小凡，这个姓钱的我听说过，名声不太好，喜欢吹牛。师兄，让他吹，风大，别闪了舌头。钱专家上任的第1天就直奔核心设备 A8，他围着机器转了几圈，指指点点，说得头头是道。德系的设备设计理念是先进，但控制逻辑太僵化，不符合我们国内的操作习惯。这个问题我来解决。他看不懂我留下的部分代码注释，那些注释是我故意用的一种只有我和师傅才懂的习惯写法，夹杂着一些我们师徒间的黑话和简写。钱专家对着屏幕抓耳挠腮，额头上的汗都下来了。更要命的还在后面。厂长，德国博士集团的催促邮件，他们问我们关于 DF 优化模块的最新运行数据，说这是他们决定是否追加订单的关键，让我们今天必须回。
BF 模块，这是什么东西？设备说明书里没有啊。庄必凡，这个 B 啊模块是什么？是不是你搞的鬼 BF 必凡，我名字的首字母。那个模块是我在师傅原有的基础上独立开发的一套功耗优化和精度补偿系统，专门用来匹配博士集团那批特殊定制产品的。哦，对了，我补充了一句，语气轻描淡写，却像一颗重磅炸弹。这个模块的软件著作权和技术专利在我个人名下，我只是无偿授权工厂免费使用而已。看到楚生眼中的震惊、愤怒以及一丝无法掩饰的恐慌，一股夹杂着危机感的复仇快感在我心中悄然升起。张厂长，现在你该知道疼了吧？距离德国客户要求的最后交付期限只剩下3天，而那条千万级的生产线，在前专家和杨伟几天的努力下，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彻底趴窝了。当操作员按下启动按钮时，所有设备的屏幕齐刷刷的变成了一片红色，屏幕中央一行硕大的白色代码，像一个冰冷的宣告，宣告着死刑。核心授权丢失，这是我预留的最后一道保险，是我在设计 BF 模块时就埋下的一个底层逻辑锁。一旦有人试图绕过正常接口，用暴力手段强行修改核心代码，这个锁定就会被触发。现在整条生产线就是一堆昂贵的废铁。前专家对着那行错误代码冷汗涔涔，束手无策。他所有的技术在真正的核心壁垒面前都成了笑话。你到底行不行？马上就要到交付期限了，要是交不了货，集团怪罪下来，你们也别想跑。厂长，庄必凡的这些代码一旦进行修改，它就会切断模块与整个生产线基础驱动程序的连接。我听不懂你说的，你就告诉我行不行？能不能继续生产完成交付？废物，你给我等着！庄必凡，算我错了，行了吧？之前的事是我不对，我太冲动了。你开个价，要多少钱才能把生产线恢复？只要你让它动起来，年终奖我双倍补给你20万。他以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以为我之前所有的反抗都只是为了钱。厂长，现在谈钱没意思了，我只有一个要求，召开全场大会，就在你当初羞辱我的那个高台上，为你的杀鸡儆猴，向我庄必凡公开道歉，然后把那10万块年终奖补发给我，1分都不能少。庄必凡，你不要欺人太甚。是吗？当初你在台上当着几百人的面用老鼠屎来形容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欺人太甚？你不可能。他决定孤注一掷，他让杨伟和前专家格式化 A8 的控制系统重装基础程序。他天真的以为只要把我的东西全部删掉，就能绕过那个核心授权丢失的锁定。小凡，他们疯了，格式化那可就全完了，连最基础的驱动都匹配不上了。哼，由他去吧，师兄，他会后悔的。是的，他会后悔的，因为他不知道 A8 的硬件驱动是德国厂商根据我的 BF 模块参数进行过深度定制的。一旦模块的核心授权丢失，硬件就会自动进入保护性休眠。格式化系统不仅解除不了锁定，还会让这堆废铁变成真正的不可逆的，连厂家来了都可能修不好的砖。生产线彻底瘫痪的第3天，末日降临了。德国博士集团的首席代表克劳斯·施耐德先生紧急从斯图加特飞抵中国，他带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如果今天之内工厂无法恢复生产并展示出合格的产品，博士将单方面终止所有合作协议，并启动高达8位数欧元的天价索赔程序。开会，我要到车间开会，把所有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克劳斯先生都叫上。你去把庄必凡给我叫来。就是他，庄必凡恶意代工，邪计要价，最终丧心病狂地破坏了整条生产线。是他毁了我们厂，是他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充满了悲愤，演得像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英雄。庄必凡，因你恶意代工，给工厂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我代表工厂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我要报警告你渎职。现在你立刻马上给我滚出这个工厂！保安，保安，把他给我架出去！等等。庄老师，好久不见，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您。所有人的大脑都因为这句庄老师而陷入了宕机状态。3年前，我在慕尼黑刚业的时候旁听过您的线上技术讲座，关于非线性抗击机糖在精密制造中的应用。您的讲解让我受益匪浅。就常常我没听错的话，你刚刚说要开出 BF 优化模块，以及这条生产线核心机糖专利的唯一持有人。我看着楚生那张瞬间血色尽失、惨白如鬼的脸，终于露出了这场风波以来第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
Zhuan Lao Shi, Waman Ba Shi Ji Tuan Ji Sui Yi Zai Zhang De Gong Yin Sheng Zhang, Sui Zhang Shuan Jai Le Jia Gong Chang, Dio Shi Yin Wei Waman De Ji Shu Tuan Dui Zai Jin Ji Diao Cha Zhang, Fa Xian Jia Tao Sheng Chan Xian De Her Xin Ji Tong, Nei Qian Le Nin De BF Mua Kuai, Nin De Ji Shu, Zai Shi Waman Shuan Jai Jali De Wei Yi Wen Yin, Waman Xiang Xin, Dio Nin, Zai Num Wen Mei De Shi Xian Waman Dui Chan Pin Jin Du De Kikao Chiu。这番话像一把无形的巨锤，将楚生最后的尊严和幻想砸得粉碎。他一直以为自己靠的是集团的关系，靠的是工厂的硬件，他从来不知道，他最引以为傲的订单，他用来向上爬的资本，仅仅是因为他最看不起、最想除掉的那个刺头。朱长长，现在我想我们需要一个解释。克劳斯先生想让生产线恢复，并且比以前更好的运转，我可以做到。Zhuan Lao Shi，需要我们做什么？我需要和贵公司合作，但不是以这家工厂员工的身份，因为我刚刚已经被开除了。至于解决问题，我有3个条件。第一，这个人以及这个杨伟必须立刻马上从这个工厂消失，我不想再看到他们。第二，这家工厂的母公司必须就楚生对我进行的公开羞辱和名誉诽谤，向我支付50万人民币作为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的赔偿。第三，从现在开始，我以独立技术顾问的身份为恢复生产线提供技术支持。我的收费标准是按小时计费，每小时1万人民币，直到生产线验收合格为止。大家都知道这是抢钱，但这一次没有人觉得我疯了，因为所有人都明白，此刻的我有这个资格开这个价。Zhuan Lao Shi，您的条件，我个人完全同意，我立刻就和你们集团的最高层联系。我知道这场战争我赢了，赢得彻彻底底。克劳斯先生的电话直接打给了我们集团总部的最高执行官 CEO 陈总。第二天，相关人员便在会议室集齐了。庄公，我代表集团为楚生在管理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向你表示最诚挚的歉意。你的3个条件，我代表集团全部同意，50万赔偿金1个小时内会打到你的账户上。至于楚生，即刻起解除楚生在集团内的一切职务，留职察看，等待后续处理。那个杨伟一并开除。保安，把他给我请出去。庄公，希望你以大局为重，尽快帮助工厂恢复生产。后续我会亲自和你详谈。可以，那就这么决定了。再也没有人敢用同情或者看热闹的眼光看我，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凭一己之力掀翻了整个工厂权力格局的王。恢复了，系统恢复了。王师兄，3号4伏电机驱动模块，帮我重置一下。李主任，让电工班组检查一下高压供电回路的稳定性。小刘，把液压站的压力值降到7.5兆帕。所有的人，从主任到普通工人，都成了我精准运转的棋子。他们第一次看到，原来技术可以如此行云流水，可以如此赏心悦目。那不是简单的操作，那是一种创造，一种艺术。沉寂了数日的生产线发出了一声沉稳而有力的轰鸣，重新苏醒了过来。第一批产品缓缓下线。Herga Leon Pinchwai Bye Fun Bye。看着那条重新焕发生机的生产线，我知道这是我用我的方式赢回来的尊严。但是在后续对生产线进行全面调试和优化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A8 设备核心传动轴的磨损数据日志发现磨损率远远超出了正常范围，这绝不是简单的操作失误造成的。这怎么可能？这根传动轴是德国原厂的，用的是最顶级的铬钼合金钢，设计寿命是20年，现在才用了不到1年啊！这不是铬钼合金钢，这是最普通的45号碳钢，表面镀了一层铬来伪装，它的强度和耐磨性连原厂正品的1/10都不到。偷梁换柱，这是在要我们全厂人的命啊！一旦这种劣质传动轴在高速运转中断裂，飞出的碎片威力不亚于炮弹，足以将半个车间夷为平地。封存现场，将这份检测报告还有采购合同一起发给克劳斯先生和陈总。采购合同上有楚生和那个已经被吓跑的前专家的联合签名，他们为了吃高额的回扣，用国产的廉价零件替换掉了德国原厂进口的昂贵核心部件，这才是生产线近期频繁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楚生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管理失职了，这是商业欺诈，是危害生产安全罪。等待他的不仅是被开除，还有冰冷的铁窗清算，以一种他绝对想不到的方式彻底完成了。